我是心脏停止跳动52个小时。我现在说一下我的个人的情况吧。我的个人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特殊了。我是从死亡中回来的，我是真真正正的进入了死亡。目前我的身体，我的心脏现在还不行，我的胃切除了2/3以上，肠切除了一小段，然后我的左腿截肢到大腿。如果说惨的话，我感觉咱这个群里面的同学比我惨的可能也不多，但是如果说幸运的话，我感觉可能这个世上比我幸运的人也不多。因为经历过这种真正的死亡，然后又回来的，我感觉真的多不了。所以说我对这个生命的再一次延续，我是非常感恩，然后也非常珍惜。我是81年的，现在40多，应该说这个年龄应该还是一个正好干事创业的时候。而且呢，我之前的经历各方面都还不错，干过银行，在银行里面也是干的重要位置，后来从银行跳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市级国有企业，然后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一个部门。然后呢，包括为人包括工作都是受到周围这些领导同事包括周边这些朋友们的认可。但是呢，这一些在22年的时候发生了改变。我在之前的身体说实在的也一直还是不错。22年3月份，当时是一场感冒，这个感冒之后，因为当时呢单位手头负责的这一块工作还有几块工作是比较急的也比较重，所以说呢当时是感冒吧也正常，反正就吃药该怎么干怎么干。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当事，一下是爆发性心肌炎，然后感觉不对头的时候进了医院，接着就送到这个重症监护。进了重症监护时间不长就昏迷，接着就开始上抢救中病号的这种就体外这个肺膜这种循环机，然后进行抢救。整个过程中包括国内的专家也请，然后等等等等吧，大家这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基本不可能了。家里面就基本上可以就是准备后事就可以。后来就是所有的专家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在目前的医疗手段上就只有靠他自己了，自己能行还有一线希望，然后呢其他的反正就是等着吧。我是心脏按照他们说呢是停止跳动52个小时，然后我们当地医院呢已经和家里面说过多次可以停了，但是家里面一直在坚持继续，结果呢52个小时心脏然后又跳回来，一步，然后接着呢从这个死亡里面硬的然后又回来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抢救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各种药物的应用啊等等，加上说实在就是我们医院这么重这种病号，然后能抢救回来的没有先例，经验也不足。按正常呢像他们刚开始预计的，我的这种就是心跳能回来，各方面体征恢复不错，应该是清醒之后2个周回家就已经可以了。结果呢后来因为让我进食的过早过急，然后胃大出血，结果呢没办法，胃又切除掉2/3还多。然后呢当时又说既然胃打开了，顺便把肠也排查一下看看。结果呢排查肠的时候发现肠有一块也是有这种破溃，然后把这个肠又截掉一段。而且呢这个命大到什么程度呢，像他们说当时已经检查出这个是胃出血，准备把这个胃切除掉，接着就缝合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做手术的这个医生又多了一句，说既然胸腔都已经打开了，那干脆把肠也排查一遍了。如果没有这一次排查的话，可能也是回不来了，回来又回去了。然后呢在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又恢复的还是不错，结果到后来又发生了好多次这种特殊情况，大出血多次。到后来过了几个月，到了5月份的时候，本来还好好的，拍完一个片子说截肢左腿，然后接到大腿，整个过程就是家里全都懵了，大家都不理解。那个时候我已经初步有意识了，这个医生护士在里面说实在的也是非常难受，然后过去和我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是得截肢接到大腿了。但是我当时在里面的反应是，哎呀既然是没有其他办法需要截，那截就截呗，那反正是该截，最起码我说这个命回来了已经可以了。然后呢这样截肢手术做了，做完截肢手术之后慢慢的身体各方面恢复，到6月份达到出院的条件，
然后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先是一步一步的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里面待了2-3天，然后就可以回家，慢慢的开始恢复。直到现在为止呢，说实在，这个心脏呢还是在养护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功能不全的问题，但是呢，应该说整体恢复的还是不错。另外呢，这个消化，因为我这个腿呢截肢，然后影响了这个行动，导致我的消化呢，然后就受影响。消化呢本来应该是受影响会比较大，然后又切掉了胃，又切了肠，在这个消化方面上影响的就更大，加上这个活动又不行，这个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个消化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关键。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瘦，不到100斤，我是1.81米的这个个子，确实是在这方面这个营养啊等等对我来说就非常关键。但是呢，从入定之后，确确实实这个消化方面我感觉真的这个改善对我来说是帮助就已经是很大了。刚被人认为入定时间也不是很长，自己呢确实是入定之前入定之后，然后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最明显的是身体的这个消化，所以说这个消化能力的改善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关键。这个消化方面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感受，比原来这个消化能力应该说是要强，精力呢比原来也是要强，精力比原来强，气机的感觉都是非常充盈。随着我这个入定继续下去的话，应该是改善会非常快。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是没想把这个个人情况这么说的，之前有好多学长也是说过自己的这个特殊，我想哎呀，那我就把我这个都拿出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说一说我的这个情况，然后我感觉大家呢可能在里面会有一些感受。因为你想想我这种情况，那你能听出来我在这里面说话有这种悲伤的感觉，有这种这个难受的感受吗？我感觉应该是听不出来吧。而且呢，说实在的，我是在医院里面，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在昏迷的时候，在这种意识不清楚的时候说的话，他们后来医生护士和我说，太惊奇了。为什么呢？当时是曾经是要给我做手术，好像是牵扯到麻醉剂量的事儿还是什么事儿。那时候我呢是迷迷糊糊的潜意识了，当时我就直接是和他们说的，哎呀，我说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这样该开吧，我估计我也能受得了，没问题。把这个主刀医生直接都惊呆了。后来呢，我清醒之后专门竖着大拇指说，哎呀，你这种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我就在那笑，我说我也不知道，那谁知道我当时怎么说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后来好像有一次应该是非常危机，可能是有一次大出血出的特别厉害，然后供血已经供不上了，好像是我们当地的血站都不给血了。后来医生护士也很着急，好像我当时和他们说，哎呀，我说看看吧，我说也不用这么为难，能救救，实在不能救也无所谓，反正是表现的是非常看得开。所以说呢，我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医院也非常挂号，然后他们医生护士等等，现在反正我都是属于 VIP， 也是就是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例。包括我后来做假肢，我这个情况又有一个什么特别之处呢？本来吧给我做完截肢手术做得好的话，我后面换上假肢现在也没问题了，也到单位正常上班了。结果呢，当时应该是就是截肢截得比较匆忙，应该是骨头需要给我打磨的，也没给我打磨好，导致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做假肢穿上，然后走路的时候这个骨头尖就顶着假肢就疼，然后呢穿假肢就不好穿。虽然想了很多办法，到最后还是弄得发炎，而且炎症非常厉害，到现在1年多一直都没消，弄得也很头疼。过段时间还得再去北京，然后再做个手术，把这个骨头做个修复手术打磨打磨。我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了，当时呢主要还是为了做假肢这个，然后住院有心理医生做辅导。因为像我们这种凡是有过事故有过什么事的，身体缺少了这种部位的，大多数心理都会有问题。然后呢配的心理医生和我聊了有个10来次，反正是聊到6、7次我就受不了了。我受不了的主要是花钱，每聊一次的钱然后我聊到后面我就和这个心理医生在聊，哎，我说你感觉我有问题吗？咱还需要再聊吗？然后这个医生就在笑，叹了一口气说，哎，他叹完气我就感觉有点发毛，我就感觉我说应该没问题吧。他说你这样的我2个月也碰不着一个。后来呢又说你呢确实是有焦虑，我说有焦虑，我说应该有，我说如果是身体有这么个变化一点焦虑都没有的话，我说那就不是人了。
所以说呢，我说有焦虑是应该的，但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感受到。说实在的，就是当时这个医生的感受就是这种心态能够放到这种程度的太少太少。本来就没想说这些的，我是想把这个就是多分享一些，因为我的这个感受吧，自己想一想，这个一路走来确实是有一点自己的特别的地方。我对这个人生的看法呢，虽然当时还没有来参加清凉月老师的这个学习，但是有相同之处。我是一直的感觉是，包括当时从医院抢救回来，我的原话就是，哎呀，我的这个身体真的不容易，我的这个身体创造了奇迹，那我的这副身体能够把我直接给拉回来，出了这么大的力，我应该好好的对它，我要对得起我的身体，我是这样一种说法和心态。从我对整个人生的这种自己的这种理解来说的话，我是感觉相当于呢从天上下来，然后呢出了一个差。至于说这个选择的这个旅程，可能每个人这个旅程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个过程，你如果用一个体验的心，用一个好奇的心来对待，没有苦，人生哪有苦呢？也没有难，都不难。人生就是一路走下来，在中途你就非要跳车，你非要自己跳下去，我不走了，我就要自己把自己了结。你只要把这个路程走下来，说实在的都非常宝贵。人生是非常好的，不同的一个旅程都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体验，按我的说法，体验的越充分，体验的越充足越多，然后呢，你出来这一个旅程，当你回去的那一天，你就能写一个非常完善、非常有趣的一个考察报告来提交出来，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这个体验的深刻全面，反而比这种一路顺风顺水，然后什么你都没经过，我感觉是要更充实的多。所以说人生这个路应该是不管是选择的怎样，你走的是好还是不好，你至于说你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衰老呀，有没有生病，包括最后的死亡，只不过都是你这个旅程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故，或者呢你会看到的一些故事，只不过是由你来选择，它到底是可以成为这个旅途中的一种有趣的事儿，还是成为旅途中你受不了的这种烦恼，就在于心态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解吧。临近结尾，再和大家再说一下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力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实在的呢，像我自己也是感觉，可能就是我的心态放的比较开，好多东西又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在意。像我说的，对好多事儿我都会感觉比较满意，反而呢，好多这种磨难可能是稀里糊涂的就能过来了。这个呢，可能和我的有一些这个相信的力量也是有关。所以说这种相信的力量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强烈，因为我是真真正正的亲眼见到了。下面要多努力，真正的来专心专注修炼，最起码这一世不管走多长走多远，这个路后面到底是好是坏，能做到自己做到最好的，然后争取在这一世就能够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现在能进咱这个班，然后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多好的学长，有这么好的理论做指导，有这么多人在一起进行修行，我感觉现在这个时间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晚。我感觉可能只要专心去做，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在等着我们。